Shop fronts shine like a treasure chest. Every quarter a tale expressed. Silk and shadows a fleeting glance. In this city, a heart will dance. Hello 各位，歡迎返到嚟我嘅東京日常。今日我諗住同大家去五反田同埋銀座道四周圍睇下。五反田可能係一個比較少人知道嘅地方，但係其實佢都係喺山手線上面。今次我就住喺五反田嘅星野 OMO5酒店，酒店嘅開箱咧可以睇返之前嘅影片。我哋而家喺五反田站，而家大概係6點鐘，諗住去食個魚生飯，跟住再行一陣街。我哋而家去食呢一間海鮮檔叫做雪月花，其實都係隨便喺 Google 上面揾。今次因為嚟日本全個旅程都係做嘢同埋做嘢，今次真係冇乜點計劃，所以食嘢中伏嘅機會都高咗。我相信呢一間拉麵應該點都好食過我尋日食過一間。我食呢一間叫雪月花嘅餐廳呢，係一棟商業大廈嘅地庫，要行樓梯落到去呢先至揾到嘅。好神秘嘅小店。本身今日做嘢呢已經做到好攰。加上日本超級熱，我個人呢就嚟中暑啦。我係想食啲凍冰冰嘅魚生飯呢，先至 Google 呢一間餐廳。嚟到鋪頭見到人哋個 menu 有 omakase 呢，我就心思想試下喎。食 omakase 嘅好處呢，就係可以唔使用腦啦，直接交俾廚師負責就最好。所以我臨時呢又轉態要咗個5500 yen 嘅餐。當然呢一個價錢嘅 omakase 呢，唔會全部都係刺身同埋壽司嗰一種，佢只係廚師發版有唔同菜式嘅一個套餐，但係佢都會有魚生同埋壽司嘅，仲有沙律啊、茶碗蒸呢啲其他菜式食。總之就係師傅攞出佢拿手嘅菜式出嚟。食完茶碗蒸之後有一個白醬焗嘅菜式，開頭我以為咁快上焗飯啦，但係原來佢係焗薯嚟嘅，食落都幾好食。我發現佢中意將啲熱食同埋冷食隔住咁樣出，食完熱食之後呢就有壽司，啲魚都幾新鮮幾好食嘅。我睇網上面嘅 comment 呢都話呢間雪月花係日本打工仔嘅海鮮飯堂，主打就係價錢平，仲可以食到高質素嘅魚生。呢一餐嘅菜式呢都係以海鮮為主，食完壽司之後就有炸蠔，隻蠔都幾大隻。呢餐 omakase 入面呢有好多和風嘅西式料理，因為佢哋嘅主廚呢曾經喺出名嘅法國餐廳啦同埋海外嗰度都工作過，有好多菜式呢都融入咗意大利同埋法國嘅元素，唔會淨係清一色日式咁單調。當日食到最尾嘅時候呢，廚師都好好奇，問我點解會識佢哋餐廳。我諗平時呢應該係冇遊客會嚟呢一度，主要都係日本本地人為主。本身我嚟到呢間餐廳嘅時候呢，見到淨係得1、2個人，心諗今次又中伏啦。但係原來今日呢係有日本公司聚會留咗位，食下呢成間餐廳都係坐滿嘅。最近銅鑼灣店翻咗啲新貨，俾大家預覽一下一小部分先。除咗精品之外，仲有我哋自己嘅品牌產品。我嘅鋪頭呢係喺銅鑼灣皇室堡3樓，最近都做緊一啲折扣優惠，而折扣嘅貨品款式呢都更換咗一部分，大家快啲趁住折扣嚟門市度行下啦。我知大家可能都慣咗上網買嘢，所以少咗行街。其實大家都可以上我嘅網店度睇下，網店所有貨品都同門市同步，不過部分嘅折扣就會係門市限定。我食完飯之後就行返去車站附近嘅商場度行下街啦。見到一間雜貨店入面有好多得意設計嘅生活用品，雖然佢係開喺一個商場入面，但係我都覺得佢似係嗰啲好用心 display 每一件貨嘅小店。我最中意就係睇日本鋪頭將啲唔同嘅貨 group 埋一齊做一個專題。平時我喺日本成日都會行呢一類型嘅鋪頭 ，shopping 之餘都可以攞下啲經營嘅靈感。佢除咗雜貨之外都有衫賣，尤其是有好多呢啲民族風設計嘅款式。最近到咗夏天我都中意呢啲圖案繽紛啲嘅設計。我睇中咗呢個系列嘅印度風布料嘅 tote bag 啦，款都好靚，好有特色。揀咗超耐都決定唔到要邊款好，所以返咗嚟香港之後我就專登揾返同系列嘅 tote bag 入咗啲貨，大家都可以嚟我嘅鋪頭度揾到。跟住行下我發現原來呢個商場都有我平時行開嘅 Caldi。每次嚟到呢度我都會買好多唔同款式嘅咖喱返屋企試下。今次嚟到當然都要試幾款新嘢。雖然呢個商場唔係好大，但係佢嘅地下仲有一個2層嘅超市，
面積都幾大嘅。如果大家住喺附近嘅酒店咧，都可以喺呢度買啲嘢食返酒店食。今日我終於完結咗1連幾日嘅東京市集啦，我可以去銀座嗰度行下街。如果大家睇得我啲片內咧，都知我係好中意柚子啊、檸檬呢啲酸嘅水果。我路過見到呢間鋪頭個門口咧有超多柚子，即刻吸咗埋嚟望下啦。原來佢係一間賣水果大福嘅鋪頭嚟，一場嚟到點都要試下佢嘅大福嘅。咁啱佢嘅鋪頭限定咧就係麝香葡萄，我買咗個嚟試下。入面大福嘅水果咧真係好鮮甜，加埋佢個煙煙韌韌嘅皮都真係幾好食。我而家去緊呢間文具店咧叫做伊東屋。伊東屋係一間超過100年歷史嘅超人氣文具店，最出名咧就係佢總共有成12層樓，每一層都有唔同嘅主題。而家地面一層咧做緊啲 pop up 嘅展覽，有5個插畫家嘅作品咧擺喺呢度集中展出。你每個印仔用一隻色搭下搭下，就好似做咗個活版印刷出嚟咁樣咯。我記得以前有關文具店嘅介紹咧，好似全部都集中咗喺啲韓國片度，反而嚟到日本咧就比較少拍文具店俾大家睇。其實我喺日本咧好多時候都會行呢一種文具店嘅，因為日本嘅文具市場實在太發達啦，每個月都有新嘢推出。呢度實在有太多層啦，每一層都係專門買一個類型嘅文具。上到2樓呢，就係賣卡嘅部門，我只可以話呢啲款式多到擺滿晒成層樓喎。我諗係我喺日本見過最多賀卡嘅一間鋪頭。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有寫手帳嘅習慣，喺呢度就可以揾到有超多素材可以裝飾自己嘅手帳，無論係紙膠帶啦定係貼紙咧，都有好多選擇。呢度最出名咧就係有一層專門賣鋼筆嘅樓層，除咗一啲名廠出嘅筆桿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唔同顏色嘅墨水選擇。上到高啲嘅樓層咧，就會有一啲文具以外嘅生活雜貨，例如好似係廚具啊，或者室內香薰咁。我喺呢度咧前前後後都行咗成個鐘，都係覺得時間唔係好夠行，因為實在太多嘢睇啦，每一層都好有驚喜。不過晏晝嚟咧，始終人都係比較多，等 lift 落返地面咧要有啲耐性先得啦。下一站同樣係一間歷史悠久嘅文具店。溝居堂咧係日本最古老嘅文房用品店，已經有成400幾年歷史㗎啦。佢哋本身係製藥嘅鋪頭，因為藥材同埋製香嘅原料咧好多都可以通用，所以慢慢咧開始製造佢哋自己嘅線香。去到後期咧先至真正開始賣和紙同埋文房具。今次我嚟溝居堂咧，主要係想睇下佢哋嘅線香。溝居堂都有2層，地面一層係一啲比較新式設計嘅和風文具，2樓就係線香同埋一啲傳統嘅文房具，例如好似書法用品之類。開頭我以為傳統嘅文具店唔會太多人啦，但係原來人流一啲都唔少喎，唔怪之得佢做咗幾百年仲屹立不倒啦。當然溝居堂嘅風格咧係比較傳統少少，如果係想揾啲新款啲嘅文具，始終都係頭先介紹嘅伊東屋比較適合啲。喺銀座仲有一間好特別嘅 Daiso， 佢係 Daiso 嘅全球旗艦店，佔地非常之廣。最特別係佢集齊咗 Daiso 旗下3大品牌，除咗大家都已經好熟悉嘅 Daiso 之外呢，仲有少女風嘅 Freepy 同埋無印風嘅 Standard Products， 等你一次過可以行晒3個品牌。Freepy 專門係打女性市場，一個比較精緻啲嘅雜貨品牌，我覺得有少少似平價版嘅 Afternoon Tea 風格。隔離嘅 Standard Products 咧，之前都喺其他片度介紹過，風格比較似無印良品嗰種簡約風設計，都幾值得行㗎。我嚟到咧，當然又係睇線香。Standard Products 出嘅線香咧有2個尺寸，有長有短。如果遇到中意嘅香味咧，可以買個細尺寸返屋企試下先，下次再返嚟補個大嘅尺寸。除咗線香，佢仲有好多香薰產品。唔中意點線香嘅話咧，可以買室內香薰。呢間 Standard Products 都幾大，尤其是有好多餐具啦同埋家居用品，喺度閒閒地咧都會迷失大半個鐘。我見到佢又有新出顏色嘅金字毛巾，忍唔住又買咗幾條，買到我個篋都就嚟爆啦。銀座 loft 喺改裝之前咧，淨係得4層，而家已經擴大到有成6層樓。地面有好多特別嘅嘢食同埋嘢飲，
好多都係日本各地集合而嚟嘅當地食材啦，或者特色食品。開頭我見到啲嘢食包裝靚靚地咧，又係諗住買手信嘅時候啦。但係原來行入啲咧，佢有個幾大嘅範圍係賣咖啡豆同埋咖啡粉，即刻轉態過去睇下啲咖啡先。呢度有好多嗰啲散包裝嘅咖啡，可以單包買嚟做手信，都幾得意。呢度都有啲唔同咖啡店自己出嘅咖啡，呢啲細支裝嘅酒都幾靚。呢間 loft 比較特別少少嘅呢，就係3樓嘅 MoMA Design Store， 佢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嘅官方商店。喺呢度啲貨品呢，除咗實用性之外，設計感都非常之強。喺呢度呢，可以買到同日本藝術家合作嘅商品。有人話銀座呢一間 loft 呢係東京最有設計感嘅 loft， 簡直就似係一間雜貨博物館。以我去過咁多間 loft 嚟講呢間都真係又大又多嘢行，而且每個部門都 display 得好整齊。見到啲顏色咁靚嘅餐具，搞到我又想買返啲返香港啦。而家仲有好多夏季主題嘅商品，好似有風鈴啊，或者一啲種植嘅小盆栽，全部都好有日式嘅感覺。而比較吸引嘅呢，就係 Loft 6樓呢一度都有個 Philmany 營運嘅小小藝術部門。Philmany 呢專門會揾啲插畫家或者藝術家合作，成日都喺商場度舉辦一啲活動同埋展覽嘅。雖然相比起3樓嘅 MoMA 商品呢，展出嘅藝術家會比較小眾啲，但係 Philmany 呢會同合作嘅藝術家一齊推出商品，所以每一格嘅專櫃呢都好有主題特色，大家仲有機會認識到一啲新嘅插畫家添。跟住我就去咗 Ginza Six 呢個商場，其實都係為咗睇商場中庭呢一個空間。佢係日本藝術家矢田憲之打造嘅 Big Cat Bank， 成個設計咧係同大阪萬博嘅太陽之塔致敬嘅。呢度除咗啲名店之外咧，都有少少生活用品店可以行下。最後我想去有樂町一間可麗露專門店，沿路由銀座行過去嘅時候咧，順便去埋 Moomin Shop。呢一間係幾年前咧喺日本第一間開嘅冇名常設專門店。我特別中意呢啲家居用品，用咗北歐風設計咧，感覺好簡約。手環袋嘅款式都唔少，買返一個刺繡嘅都唔錯。除咗去日版嘅冇名商品之外咧，呢度都有唔少由芬蘭直接入口嘅貨品，基本上係咩類型嘅貨都可以喺度揾到，由餐具啦去到文具或者家居用品都有齊。作為冇名專門店咧，當然有唔少限定商品要買。啲包裝咁靚嘅零食咧，我全部見到都想買。如果都中意北歐風設計嘅朋友咧，嚟到銀座可以順便行一行。其實銀座距離有樂町好近，係可以行到過去嘅距離。最後我行下行下嚟到有樂町站附近呢，主要係想揾一間可麗露專門店。雖然呢間鋪頭咧睇落係一間酒吧，但係其實佢嘅門口咧係有可麗露賣嘅。可麗露一日會出爐2次，通常出爐前30分鐘咧已經開始有人排隊買，有時仲會限買添。佢哋嘅可麗露都算細粒嘅，味道同平時食嗰啲比較咧冇咁甜，屬於成熟啲嘅口味。啱啱買咗可麗露。以可麗露嘅 texture 嚟講呢，佢就係無懈可擊嘅。佢個脆皮做得好好喎，因為有好多可麗露呢個外皮會做到一係就太硬太厚，一係呢就係同入邊個餡差唔多軟腍腍。咁佢就真係可以做到個皮好薄之餘，真係好脆卜卜，但係入邊呢個心又 keep 到好濕潤。咁可以話係我食過質地做得最好嘅一個可麗露。今集就嚟到呢度結束啦。如果大家有睇到嚟呢度嘅話呢，記得撳 like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。訂閱我嘅頻道之餘呢，都要 follow 埋我嘅 Instagram。平時有好多影片以外嘅內容呢，我都會擺上 IG 度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